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之倩高老师，欢迎跟我学国际象棋。这一节要来学习代数记录法，翻开历史的书卷。记录主要就是把对局的过程，每一步招法记到纸或者是本上，英文叫做 notation。正是因为有了记录，一些历史名局得以流传下来。我们可以隔空欣赏伟大历史前辈的精彩对局。这个记录就是来自于1909年世界冠军卡巴布兰卡对艾森伯格的对局记录。学习了这一节之后，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下的棋记录下来，拿给老师看，请老师从中点评，看看哪里下的好，哪里需要改进。高手可都是这样做的哦。比如我们之前所讲到的3次重复局面，还有50步和棋，就一定要有记录作为证据呢。回忆一下，在第一节的内容里，当我们讲到棋盘时，是以白方的左下角为起点，棋盘的每个格都有固定的名称。这个格 C3， 在这儿呢 F5。每个棋子都有它的英文大写字母缩写作为代号，它们分别是王用 K 来表示，后用 Q 来表示，车是用 R， 象用 B， 马用 N。 你们可能会说，马怎么用 N 呢？马的头一个字母不是 K 吗？为了它跟王区分开，所以用马的第2个大写字母 N 来代替。兵就是 P， 白方走的一步加上黑方走的一步称为一回合，对局从第1回合开始。代数记录法是要先标出回合数，然后再标出用英文大写字母作为代号的棋子，最后记录棋子到达的格位。比如这一盘棋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白方把这个 G1 的马走到了 F3， 我们要先写下马的代号 N， 接着写下它到达格的名称 NF3。 接着黑方把 B8 的马走到了 C6， 那我们就是 NC6。白方的招法写前面，黑方的招法写在后面。比如说白方再接着把这个马走到了 C3， 那就是 NC3。 那黑方如果再把这个马走到了 F6， 该怎么写呢？对了，是 NF6。 把兵走到了 E4， 你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了，好像少点什么吧？兵的代号不是 P 吗？可是记录 P 哪里去了呢？原来在记录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省略它的代号 P， 直接写它到达的位置就行了。你比如说黑方再把兵走到 E5， 那我们直接写成 E5 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以一个对局的片段来学习代数记录法。白方先走 E4， 黑方 E5， 白方 NF3， 黑方 NC6。 白方把象走到 C4， 象的代号是 B， 黑方把象走到 C5， C3， 黑方把马跳出来，白方把中心兵走起来，黑方要用这个兵吃掉白方的兵。注意看哦，吃掉了之后，这个记录中间多了一个 X， 这个 X 表示的就是吃子儿。白方接着要用这个兵把它吃回来。注意看，兵在吃子儿的时候
要说明它从哪条线来的，然后呢又走到了哪个格上。黑方接着走向 B4， 我们再看后面多了一个小加号，这是表示将的意思。此时白方必须应将，白方走的是象 B2， 黑方继续把这个象吃掉。此时白方想用这个马把它吃回来，如果我们继承马第2，那如果我们想用另外一个马吃，那又该怎么记呢？如果都继承马第2，那我们可不知道是用哪个马在吃。注意看，我们这个马吃的时候，要把它记成 NBXD 去。B 线的马在吃第2的象。那我们如果刚才用的是这个马吃，当然我们就要把 B 改成 F。所以当两个子同时都能到达同一个格的时候，一定要标明这个子儿是来自于哪一条线。好，接着轮到黑方走棋，黑方走的是第5，白方把它吃回来，兵吃兵，黑方用马把它吃回来，白方走后 B3， 用象和后一起来抓黑方的马。这个时候黑方想把这个马退到 E7， 要写出它来自于哪一条线。C 线上的马退到了 E7。好，白方接下来要短移位，短移位我们用 O-O 来表示。注意哦，这个是 O， 它可不是0，因为你在用计算机编程时，如果你写成了0-0那它可就不认识了，这当然是计算机语言。好，我们继续，黑方也走短移位，也是 O-O。白方接下来要把车走到 E1， 两个车都能走到 E1， 记得说明这个车是来自于哪条线上的。然后黑方接着走 C6， 撑住中心的马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个局面。现在轮到黑方走棋，黑方走短移位 O-O， 白方此时要长移位。注意看呢，比黑方的短移位多了一个杠 O。黑方接着走 C6， 显然他是要吃白方的车。白方在跑车的同时吃掉了黑方的第4象。想一想，这个该怎么记呢？我们如果记成车第4，可是又怎么能区分开是这个车吃象还是这个车吃象呢？我们可以先按下暂停键，想一想。正确的是 G5X 第4。当两个车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，我们要标明这个车是从哪一条横线上走过来的。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车吃，那就把这个5改成1就可以了。接下来黑方走的是 H5， 白方想吃过路兵。我们来看看它的记录，和正常的吃兵是一样的 GXH6。这个呢跟正常的吃兵我们看上去记录一样的，我们也可以在后面加上1点 P 点，这样呢就表示是吃过路兵。当然了，你不加也没有问题。好，黑方呢此时把这个兵吃回来。轮到白方走棋，白方这个时候想把兵升变成后，
我们先把小兵到达的格 A8 写出来，随后用字母的代号标明兵生变的棋子。黑方把这个后吃回来，白方接着随手走了一步，车4第2。黑方一走，车 A1，哎呀，将杀白方了，白方的王没有地方跑了。注意看，后面我们用井号来代表将杀。对局结束，黑方赢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在记录纸上写上一个大大的0-1，表示黑方得1分。如果是白方赢了，我们会记成1-0。如果是和棋，我们可以记成0.5-0.5，或者是1/2比1/2。好了，又到了亲子互动的时候了。这一回，家长们和小朋友边下棋边做记录。小朋友用白棋走一步记一步，记满5个回合之后，由家长接着记，记满10个回合。如果小朋友还没上学，那就请小朋友把走的招法说出来，由家长来记，记满10个回合。这个记录要好好保存，等我们水平高了，再拿出来摆一摆，一定会为这盘棋笑破了肚皮。好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